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志玲，欢迎来到健康之道。今天要聊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它直接关系到你银行账户的安全，甚至可能让你辛苦攒下的钱被冻结、扣押，最终消失。许多华人朋友习惯认为现金最实在，做生意也觉得现金方便，痕迹少。但今天我必须严肃提醒，在某些环境下，处理现金的方式已成了一颗隐形炸弹。一个不经意操作就可能触发意想不到的警报。你可能听过这种经验，存款别一次超过1万，否则麻烦。于是有人就灵活应对，2万分2次，一次存9500，3万就分3、4次，每次8、9千，自以为这样既能存钱，又避开了申报。如果你曾这么想或这么做，请务必听进接下来的话，这正是在把你推向危险的悬崖。在进入关键内容前，请大家帮蔡老师点个赞，在评论区打出平安。如果你是首次来到本频道，觉得这些内容能帮你避开生活中的暗坑，请订阅关注健康之道。我们致力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分享保护生活与财富健康的硬核知识，让日子过得更安稳踏实。好了，咱们回到正题。为什么我说这种分批存现金的动作危险性极高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听说的真实事情。有一位在海外经营小超市几十年的老前辈，勤勤恳恳，几乎每天都是起早贪黑。他一辈子的习惯就是把店里收来的现金攒起来，日积月累，家里也放了不少。后来孙子要上学，需要一笔钱，他就决定把这些现金存到银行去。可他心里一直记着那个传说，存超过1万会被查，他害怕，于是就开始了他的安全操作。今天去这家银行存8000，明天换一家银行存9000，有时候隔几天再去存个7000。他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存了多少钱。结果呢，钱还没存到一半，他的银行账户突然就被冻结了，里面已经存进去的10几万块钱全部取不出来。紧接着法律文件也送到了家里，说他涉嫌一种叫做拆分交易的金融犯罪行为。老人家当场就懵了，老泪纵横，反复就说一句话，这都是我1块钱1块钱挣来的干净钱，我存自己的钱怎么就成了犯罪呢？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冤枉，特别让人憋屈？但根据当地很多国家的金融监管法律，这样的处理从程序上来说可能一点都不冤。今天蔡老师就要把这里面复杂的金融监管逻辑掰开了揉碎了，用大白话讲给大家听。我们要彻底搞清楚为什么这个看似聪明的动作是绝对的死穴，以及如果你真的有一笔合法的现金需要处理，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真正安全，不会引火烧身的。首先，我们要彻底打破那个流传最广的害了无数人的谣言。这个谣言就是存现金绝对不能超过1万那个门槛。很多人都知道，在银行存现金，如果金额超过某个数额，在很多国家是1万本地货币单位，银行工作人员就需要填写一张特别的表格。很多人怕的就是这张表，觉得一旦填了表，自己的名字就上了黑名单，税务局就会来查账，麻烦就来了，所以千方百计想要绕过这个门槛。这里存在一个天大的误会，这张表格通常叫做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它只是金融机构依法必须履行的一个报告义务。最核心的重点来了，填写这份报告本身并不代表你有任何违法行为，也不意味着你立刻就要被查税或者被处罚，它仅仅是一个中性的备案程序，就像坐飞机过安检一样，是常规流程。那么政府为什么非要银行多此一举搞这么个报告制度呢？根本目的是为了打击严重的犯罪活动，比如毒品交易、走私、贪污腐败以及恐怖主义的资金流动。他们要通过追踪大额现金的流向来切断这些非法活动的资金链。所以只要你的钱来路是光明正大的，是你合法工作纳税后的收入，是父母给你的正当赠与，是你买卖房产车辆的正当所得，你就可以理直气壮的一次性拿去银行存。哪怕你要存10万、20万现金，只要你按照规矩如实填写那份表格，向银行说明清楚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你这笔交易就是完全合法，受到保护的。但问题就出在我们很多人的心态上，我们往往有一种财不露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观念，或者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某些收入情况不太自信，
于是就开始想办法绕开这个正常程序。这一绕，就径直绕进了今天要说的第一个，也是最可怕的金融雷区。它的专业名称叫做拆分交易，英文是 structuring。请大家务必记住 structuring 这个词，它是全球很多金融监管机构的重点打击对象，几乎是零容忍的。那到底什么是拆分交易呢？法律上的定义很简单，就是为了故意逃避金融机构提交那份法定的大额交易报告，而将明明超过报告门槛的一整笔钱拆成好几笔小于门槛金额的交易去进行。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有2万块现金要存，最正确、最安全的方式是一次性存入2万，填表完事。但如果你选择今天存9800，明天存9700，后天让家人去存剩下的500，或者你这周存5000，下周又存5000，连续存好几个星期，你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认为每笔都不超过1万，就不用填表，神不知鬼不觉。但我必须告诉你，这种操作模式本身就已经单独构成了一项严重的金融犯罪。请注意我的用词是犯罪，而且通常是重罪。可怕之处在于，这项罪名的成立，很多时候并不管你的钱本身干不干净，哪怕你这钱是种地挣的，是打工赚的，是长辈清清白白给你的，只要你有故意拆分以规避申报的意图和行为，你就已经触犯了法律。一旦因为这个被定罪，后果有多严重，绝对不是简单的批评教育或者罚点款就能了事的。根据很多国家的法律，拆分交易行为最高可以判处数年的监禁。更重要的是，你那些被存入的钱，无论来源如何，执法机构都有权直接进行民事没收。也就是说，你很可能面临钱被全部罚没，人还要去坐牢的双重打击。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一辈子的心血可能瞬间清零。你可能会疑惑，银行每天处理那么多笔交易，我就存个9000块，他们怎么可能会特意盯着我？这就引出了我要揭秘的第2个关键点，那就是银行内部无处不在的智能警报系统，专业上叫做可疑交易报告机制。千万别以为柜台里的工作人员只是帮你办业务的工具人，他们都经过严格的反洗钱培训，本身就是监测网络的一部分。当你频繁地存入接近报告门槛的现金，比如总是9000、9500，或者你的账户平时没什么动静，突然开始规律性地存入现金，银行后台的电脑系统很可能已经自动把你标记为可疑了。现在的银行风控系统早就不是靠人工盯着了，而是依靠复杂的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模型。这个系统设定的警报线往往比那个公开的报告门槛要敏感得多。它不仅仅看单笔金额，更看你的交易模式。比如，系统可能发现你连续多日存入固定金额的现金，或者你的存款金额总是刻意保持在某个数字以下。一旦系统给你打上可疑标签，或者柜员在实际操作中觉得你行为异常，比如你小心翼翼地询问存多少需要填表啊，然后当场从一沓钱里抽出几张再存，这种举动在受过训练的柜员眼里就是典型的危险信号。柜员表面上会不动声色地为你办理完毕，礼貌送你离开，但当你转身之后，他很可能已经依法在内部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你这次交易的可疑活动报告。这份报告作为客户，你永远看不到，银行也绝对不允许通知你，否则银行自己就违法了。这份报告会直接进入国家金融监管和执法机构的数据库，那里的分析师会动用更强大的数据工具，把你的银行记录、你的报税记录、你的消费记录，甚至出入境信息进行交叉比对。如果他们发现你申报的年收入并不高，但你的银行账户却不断有大量现金流入，那么接下来很可能就不是银行找你，而是税务部门或警察部门直接上门了。我必须强调一点，触发可疑活动报告的门槛非常低，而且有很大的主观判断空间。只要银行觉得你的交易模式不正常，缺乏合理解释的商业目的，像是在刻意规避监管，他们就有义务，也必须提交报告。因为如果银行知情不报，自己就会面临天文数字般的巨额罚款。所以，银行的风控原则向来是宁可错报1000，也绝不放过一个。接下来要说的第3个大杀器，能让很多家庭多年的积蓄一夜蒸发，叫做民事资产没收制度。这是许多法律体系里非常特殊，也非常有争议的一条规则。
它允许执法机构在还没有对你进行刑事定罪，甚至还没有正式起诉你犯罪的情况下，就先扣押，并最终没收你的资产。他们只需要有合理怀疑，认为这些资产可能与犯罪行为，比如刚才讲的拆分交易有关联，就可以动手。一旦你的钱被这样没收，整个游戏的规则就完全颠倒了。在普通的刑事案件里，是谁指控，谁举证，控方必须拿出确凿证据证明你有罪，但在民事没收程序里，变成了谁的钱，谁证明清白。你要自己花钱请律师，走上漫长的法律程序，自己收集并提交各种证据，去向法院证明你这笔钱是干净的，是合法所得。这个过程耗时耗力，律师费用常常高得惊人，很多时候打官司要花的钱比被没收的钱还多，所以很多人在绝望和疲惫之下，只能选择放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汗钱被收走，有苦说不出。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已经能感觉到背后的含义了。那么具体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哪些场景是最容易不小心踩中这些地雷的呢？蔡老师给大家梳理了3个最高危的场景，你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或身边的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第一个高危场景，跨境汇款和所谓的蚂蚁搬家。很多家庭因为购房、留学等需要从国内汇一大笔钱出来，由于国内有每人每年外汇额度的限制，大家就想出了找多位亲友帮忙，每人汇出一部分，最终汇到海外同一个账户的办法。这在海外银行的监测系统看来是非常扎眼的可疑行为。虽然这不一定直接构成现金拆分交易，但当多笔来自不同人但金额相近的汇款在短时间内集中到一个账户时，银行的风控系统极有可能将其标记为异常资金流入，从而提交可疑报告，甚至更直接的强制关闭你的银行账户。一旦被一家主流银行以风险控制为由关闭账户，在你的金融记录上会留下印记，以后想在其他银行开户都可能变得困难重重。第二个高危场景，现金收入为主的行业，比如餐饮、零售、装修、美容、美发等，这是咱们华人社区非常普遍的情况。很多店主收取大量现金，为了减轻税负，可能只将一部分收入申报，剩下的现金就囤积起来，等到需要用的时候，再想办法一点点存进银行。这实际上埋下了双重隐患。第一，你没有如实申报全部收入，这涉及税务问题。第二，你分批存入现金的行为，恰恰构成了前面说的拆分交易。税务部门对于这类行业有自己的一套测算模型，他们可以根据你的店铺面积、地段、员工数量、同行业平均数据等，推算出你大致的营业额范围。如果你申报的收入与他们估算的相差悬殊，而你的个人账户又时不时有现金存入，那么你被盯上、被审计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第三个高危场景，私人之间的换汇交易，尤其是通过社交平台、微信群联系的私下换汇，你觉得这样汇率可能好一点，或者更方便，但这里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你根本不知道对方给你现金的来源。如果对方是不法分子，正在利用各种渠道洗白非法所得，他给你的现金可能就是脏钱。当你把这些现金存入银行，你就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洗钱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即便你声称自己完全不知情，但一旦案发，调查人员顺着资金链找到你时，你的账户会首先被冻结，你会被卷入复杂的调查之中。在法律上，不知情有时并不能成为完全的免责理由，你可能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去自证清白。讲了这么多风险和陷阱，难道我们就不能用现金了吗？当然不是，现金是法定货币，正常使用当然没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学会在阳光下正确的、安全的使用它。接下来，蔡老师给大家几条实实在在的保命原则，请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原则一，诚实和透明是你最坚硬的铠甲。如果你有一笔合法的、数额较大的现金需要存入银行，比如你卖掉了自己的旧车，收到了2万元现金，那么最正确、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带上所有现金，一次性到银行柜台，明确告诉工作人员，我要存入2万元现金，这是卖我私人汽车的收入。工作人员会按照流程询问你资金来源，你如实告知即可。他们会填写相关表格，你需要做的就是配合提供个人信息并确认，
只要你走了这个正规流程，这笔交易就是公开透明的。监管机构看到记录，只会知道有这么一笔合法交易发生。只要你在年度报税时对这笔收入进行相应的税务处理，如果是免税的也要说明，就完全不会有问题。记住，按规矩填表申报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因为害怕而选择偷偷摸摸地规避它。原则2，凡事留凭证，建立清晰的证据链。在金融监管严格的地方，证据是一切的基础。对于任何大额资金的进出，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书面证明。如果是卖房卖车，务必保存好买卖合同、付款收据。如果是父母亲友的赠与，最好有一份书面的赠与声明，并保留赠与人账户转出的记录，以证明资金的合法来源。如果是其他合法所得，也要保留相应的证明文件。当银行或监管机构询问时，你能立刻拿出这些白纸黑字的证据，他们就会将你归类为低风险客户，一切都会顺利很多。如果只有口头解释，缺乏凭证，那么在报告里，你的情况就会被标注为客户未能提供资金来源证明，这就会引来更多的关注。原则3，大额支付，优先选择非现金方式。在现代金融社会，现金交易其实成本很高，包括风险成本。对于购房、购车等大额交易，尽量使用银行支票、银行本票或电汇的方式进行支付，这样不仅安全便捷，更能留下一目了然的清晰的银行流水记录。这些记录本身就是你资金合法流动的最佳证明，任何机构审查起来都清清楚楚，能最大程度避免被怀疑参与洗钱等非法活动。原则是，如果你是商户，更要严格遵守申报规定。这条特别提醒做生意、开店的朋友，不仅仅是存款，当你作为商家，一次性收到客户超过一定金额，例如1万的现金付款时，你同样有法律义务向税务部门提交一份特定的报告，例如类似8300表格。这份报告的性质和银行的报告是一样的。如果你为了做成生意，答应客户拆分支付的要求，比如客户说我分2次给你，每次9000，你别申报了，并且你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你作为商户也同样构成了协助拆分交易的违法行为，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千万不要为了一单生意把自己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原则5，合理持有现金，避免大量囤积。很多朋友觉得钱放在银行不放心，喜欢在家里存放大量现金，这除了有被盗、火灾等物理风险外，家庭保险通常对现金损失的赔偿额度极低，还会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试想，如果你突然需要一大笔钱，从家里拿出几十万现金去银行存，你如何向银行解释这笔历史积累的巨款来源？如果你的报税记录显示你过去多年的收入根本不可能攒下这么多钱，那么税务部门很可能会启动净资产评估审计，推断你过去有未申报的巨额收入，从而追究你的税务责任。所以，更健康的方式是让资金在合法的金融体系内正常循环，赚了钱就及时存入银行，并依法申报，建立良好透明的金融记录。最后，蔡老师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更深层的看法。我们选择生活在法治健全的社会，它的金融和税务体系本质是建立在信息透明和信用基础上的。这套系统看似繁琐严厉，但其核心逻辑是自洽的。它不拒绝你拥有和创造财富，但它坚决反对财富在黑暗处流动。我们来到这里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为了让劳动所得更安全、更有保障。如果我们总是抱着钻空子、打擦边球的旧思维去应对一套成熟、严密且拥有强大数据监控能力的现代法治体系，那真的不是聪明，而是一种危险的赌博。很多人害怕监管机构，其实他们最强大的不是惩罚的权利，而是那张无所不在的信息网络。在全球金融信息加速交换的今天，资金的透明度远超普通人的想象，所以恳请大家把这期内容分享给你关心的朋友、家人，特别是那些正在经营生意或是有大额资金处理需求的朋友，告诉他们不要再迷信那个分批存款的偏方了，不要抗拒合法的申报程序，不要轻信任何所谓完全不留痕迹的现金操作。真正的智慧和对自己财富的责任，恰恰体现在合法、合规、透明的管理之中，这才是守护我们辛苦所得最坚固、最可靠的盾牌。在结束之前，
蔡老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去银行办理业务时，有没有被询问过资金用途？你当时是如何应对的？或者你身边有没有听说过因为处理现金不当而引发麻烦的真实例子？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我们一起来讨论，互相提醒，让更多的人能避开这些坑。如果你觉得今天蔡老师讲的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对你保护家庭财富有启发，请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健康之道。我是蔡志霖，我们下期内容再见。